这个女人声称自己拥有神力，能够连接阴阳两界。小伙子扑通一下跪在地上，祈求他将钻戒送给已故的妻子。只见女人拿出一个小纸盒和一条细绳，让男子将钻戒绑在绳子一头，并确定不会掉落。随后将钻戒慢慢放进小纸盒中，示意身边的助手将其点燃。忽然间，火苗瞬间燃起，小纸盒和钻戒都随之消失不见。这到底怎么回事呢？台下的观众都看傻眼了。难道这位白衣女子真的拥有神力？她真能连接阴阳两界吗？台下的围观群众都纷纷拜倒在她的神力之下。而一旁的魔术师小慧早已看穿一切，她说这只不过是一个简单的小魔术而已。原来白衣女子的袖口中有一根弹簧，与绑有钻戒的绳子相连。助手点燃小纸盒的瞬间，在火光的掩护下，白衣女子松开手指，弹簧瞬间将带有钻戒的那根细绳收回了袖子，同时放出手中的空绳。就这样简单的小把戏，竟然还有人将她奉为神女，真是太可笑了。但是小慧并没有揭穿她，而是和阿宽一起想看看接下来她还想要耍什么把戏。随后白衣女子又开始了表演，她的助手拿起一块木板展示给观众看，正反两面空空如也。他们要用这些木板让消失的女人凭空出现。这下大家又来了兴趣，几块木板按照顺序组装起来，合成一个封闭的小木箱后，手下在木箱前做出召唤动作，然后打开木板，女人竟然出现在了木箱子里。这下台下的观众更加的兴奋了，但小慧又看穿了她的把戏，女人根本不是凭空出现，而是躲在窗帘后面，借着木板的掩护，快速移动到木板背面，然后被人抬了进去。虽然看起来神不知鬼不觉，但在真正懂行的人面前，这只不过是一个简单的小魔术而已。女人见自己的魔术瞒不过小慧，又怕台下更多的人怀疑，于是她又准备进行下一项更刺激的表演。首先她叫人拿来一条床单，然后把自己包裹在内。这还不算完，接着又拿来一条绳子，死死地将床单捆住，然后塞进大木箱中，并吩咐手下用铁钉将木箱完全钉死，确保里面的人插翅难飞。最后助手对着木箱放下一把大火，将整个箱子烧成灰烬。就这样过了很久，箱子一点动静都没有了，现场熊熊烈火，浓烟滚滚，大家都以为神女已经丧身火海。但是谁也没想到，在另外一个木箱中，女人竟然又好端端地出现了。这下愚昧无知的村民们真的以为是天神下凡，都纷纷跪倒在地。但小慧和阿宽却不以为然。小慧找到女人，告诉她，你这样的小把戏也只能骗骗那些村民，而我们早已经看穿了你所有的障眼法。女人听到小慧口出狂言，原本还不相信，因为从来没有人能识破她。但小慧又说自己也是个魔术师，完全知道女人的所有魔术手法。女人顿时感到小慧是一个巨大的威胁，于是想了个办法，准备将她干掉。这个女人也太厉害了，她说自己的意念能控制一切，可以将这个重达100吨的巨石从山下搬到山上。她真的有这么神奇吗？吃瓜群众们纷纷表示很想见识见识。女人爽快地答应众人，但她有一个要求，就是让村民们远离这里，说是避免神力伤及到他们。村民们听完纷纷远离此地，站在岛外的远处观望。只见她气沉丹田，双手向前一挥，石头瞬间凭空而起，直挺挺地立在了山头。村民们看完瞬间惊呆了，都认为她是天女下凡。但小慧和阿宽认为此事必有蹊跷，所以专程赶来寻找巨石上山的秘密。他们看了几场演出后，对于女人的障眼法不屑一顾。小慧也是多次对女人的手法提出了质疑，并声称自己也会这种表演。女人意识到眼前的这2个人威胁性极大，于是决定借助表演一举铲除他们。女人让小慧进入箱子，然后故技重施，想用大火将箱子连同小慧一起烧成灰烬。没想到小慧竟然毫发无损。原来就在刚才的时候，阿宽用嘴偷偷将刀片递给了她，同时阿宽还在床单内藏了人体指甲。小慧则趁着阿宽自导自演的时候，偷偷地跑到了幕布后面，用刀片割断绳子逃了出去。而人体支架让观众误认为小慧还在床单里。就这样，小慧在众人的眼皮底下伴随着熊熊烈火消失不见了。只有阿宽一人知道事情的真相。为了能更深入的调查，第2天2人相约来到女人的秘密基地。在一个装满箱子的房间里，忽然阿宽闻到了一种特殊的气味，他觉得里面一定藏着什么东西，于是掀开箱子一测，顿时在场的3人都大吃一惊。箱子里面竟然是一个狭窄的小房间，而房间里竟然还住着一个小女孩。这个女孩叫小莎，她正是阿宽要找的人。就在前不久，一个年轻小伙来到阿宽的公司，请求他帮忙寻找一个失踪了10年的小女孩。10年前，小莎和小伙在野外玩捉迷藏，可当小伙数完数之后，小莎就从此消失不见。10年间没有一点消息。原来小莎是被女人拐走的，
他被女人偷偷带到了一个神秘的小岛上，在这里作为继承人培养。小沙每天都要学习障眼法、算卦等各种骗术，他已经被困在这里10年了。紧接着，阿宽带着小慧和小沙准备逃出这个小岛。他们来到海边，发现来时的疲乏已经沉到了海底。就在这时，小慧突然想到了巨石上山的原理，于是他们找到了一根绳子，下水将疲乏用绳子绑住，随后又来到山顶上，用绳子的另一头绑住了巨石，接着又找来一根木棍，运用杠杆原理把巨石撬了下去。随着巨石的滚落，疲乏也被快速的从海底拽了上来。就这样，小慧带着阿宽和小沙成功逃出了小岛，并顺利回到了小沙的家乡。一切看起来都进行得很顺利。然而，他们不知道的是，更大的危险即将来临。这是一个邪恶的女人，她把小女孩抓来，囚禁在一个小岛上整整10年。10年后，阿宽找到小女孩，并把她带回了家。这个小女孩叫小沙，她正是阿宽要找的人。女人很快发现了小沙的失踪，便带人追了过来。为了保护小沙的安全，阿宽和小慧挺身而出。小慧对女人说：“我们来打一个赌，如果我能让远处的山神庙消失，你就要放过小沙；但如果我没有做到，那么要杀要剐随他处置。”女人欣然答应。众人一脸诧异，这怎么可能做到呢？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，小慧已经开始了手上的动作。她让众人看着远处的山神庙，然后拉上幕布。一阵做法过后，小慧再次拉开幕布时，山神庙竟然真的消失不见了。女人有些惊讶，众人们更是怀疑人生，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呀？事实摆在眼前，神女也不好耍赖，只好带着众人离开。原来山神庙的消失其实是小慧设置的一个障眼法，她利用了三棱镜的折射原理，先是通过镜面折射，让另一侧的山神庙出现在众人眼前，随后拉上幕布，趁众人不注意移开了三棱镜，山神庙就这样消失不见。小沙也因此获救，但小慧没有想到，更可怕的事情还在后面。果然，才过了一会儿，不幸的消息就传了过来。村民告诉他，山神庙真的倒塌了，而小慧也着实被吓了一大跳，自己哪有这么大的本事啊？村民们来到山神庙，发现上面留着一张字条，是那个神女留下的。字条上面写着：“这就是亵渎神灵的下场。”这可把在场的众人都给吓坏了。封建迷信的思想已经深深笼罩着他们，他们真的以为自己触犯了神灵，连忙追上女人，并全体跪了下来，表示愿意将小沙给交出去，只求村庄安宁。但小慧怎么可能就此认输？为了小沙，她提出要和女人再赌一把，而这一次赌的是在一个封闭的木箱内，看谁能率先逃出来。女人说完，先进入了箱子。过了10多秒后，小慧打开木箱，发现她已经消失不见了。小慧觉得难以置信，因为她还没有发现机关的秘密，但赌注已经生效，她只好硬着头皮走了进去。时间很快过去1分钟，小慧到处检查木箱，也没有发现机关在哪。她是怎么逃出去的呢？时间又过去1分钟，小慧依旧没有找到箱子机关，而箱子外的助手为了增加游戏的刺激感，竟然拿来火把点燃了木箱。木箱冒出熊熊烈焰，小慧再出不去就要葬身火海了，她急得直跺脚。忽然，她发现了脚下的机关，箱子底下竟然有一个暗道。小慧当机立断，从暗道里逃了出去，在出口见到了女人。而这时，村民们也都追了上来。看到这种情况，村民们顿时就愤怒了，此刻才意识到女人所谓的神力其实就是一个谎言。全体村民叫嚷着和女人的手下打成一片，场面一度十分混乱。紧接着，村民们还报了警，将这群装神弄鬼的骗子绳之以法。果然，任何的封建迷信和魔法神灵都是不存在的，只有相信科学，远离封建迷信，我们才能在迷信圈套中找出破绽，战胜一切。好了，女人的超能力已被揭穿，故事也到此结束了。阿宽和小慧也在继续揭露超能力真相的路上。喜欢这部剧的朋友们，记得给小森来个长按点赞和收藏哦。接下来将会给大家继续带来精彩的作品。我是小森，喜欢的关个注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